香港一传媒和苹果日报两个高层及3家公司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一事再有进展。一传媒董事会周一开会后，竟然向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要求解冻资金。对此，香港保安局强调，案件已进入法律程序，有关已冻结的财产申请，保安局局长会依法处理。 上周四，香港保安局援引香港国安法冻结一传媒旗下3家公司约1800万港元资产后，一传媒周一召开董事会，讨论如何在无法获得更多资金下继续业务。会后，一传媒董事会写信给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申请解冻部分资产，理由是所谓避免因欠薪而违法，并要求保安局周五前回复。 一传媒董事会还决定于周五再次开会。此外，苹果日报正在清点仓库中的油墨和新闻纸存量，预计供货商将停止继续供货。在这个时候释放这个信息，其实主要是打悲情牌，因为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黎智英在内，包括他的行政总裁、运营总裁，然后还有财务，还有总编辑，现在要么已经是待审，或者已经判罪，像黎智英；有的呢，就是已经正在侦办之中。对此，香港保安局回应指，案件已进入法律程序，不做评论。有关已冻结的财产申请，保安局局长会依法处理。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有外国资金包装成基金，再通过基金去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其他违反香港法律的罪行，甚至借此帮助在港犯法人士逃避警方的缉捕。 特区政府会继续重点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资金来源，其中一个方法是冻结相关资产断财路。至于有关部门是否会取缔《苹果日報》，李家超表示會依照法律行事，任何法律賦權都會考慮。一般嚟講咧，如果警方係凍結一個戶口，嗰個理由咧就係嗰啲錢可能係一啲犯罪嘅得益，又或者係刑事案件嘅證據咧。 咁如果你話我要用啲錢希望解凍咧，咁呢個就應該唔係一個好強嘅理由嚟。根據香港僱傭條例，員工工資在工資期最後一天完結時即到期支付，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遲於工資期屆滿後7天。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不按時支付工資，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港幣35萬元及監禁3年。 另外，雇主如果没有能力支付工资，需立即终止与雇员的合约。周日当天，据报，仅苹果日报采访部就有5到6人辞职，他们表示此地不宜久留，希望早点辞职，希望能拿到赔偿金。但实际上，上周四被逮捕的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在近期的一次大会上称，公司没有疏散同事的方案，透露苹果日报没有打算给员工赔偿。 还有员工担心一传媒高层卷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苹果日报一线记者的法律风险也随之上升。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曾表示，假如员工因采访而被起诉，公司将支援到底。但不少人质疑，连遣散赔偿都不肯支付，一传媒怎么可能真的对员工负责？如果苹果日报运营不下去，它自然会有就是类似于公司解散、解体，或者是破产清算。 那么这里边呢，它会出现劳资纠纷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劳动法上的事件，由香港本地法律来处理。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强调，因违反法律而被冻结资金，与是否需按雇佣条例保障员工是2方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即使公司资金被冻结，公司负责人也应负责任，保障员工工资发放。当公司员工遇到劳资纠纷的话，可找当区劳工处查询，寻求援助。 香港最大的工会组织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表示，公众很清楚苹果日报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但公司应依法善待员工。假如有苹果日报员工遭遇权益方面的困难，可向工联会寻求帮助。工联会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陆颂雄表示，尽管苹果日报过去屡对爱国爱港团体进行污蔑及抹黑，但工联会不计前嫌，愿意提供协助。他呼吁一传媒集团和苹果日报员工不用不好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黎智英被捕后卸任，一传媒董事会主席由台湾苹果日报行政总裁叶一坚接任，但他近期玩失踪。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一传媒大楼时，他也不在场。据悉，叶一坚上月主持了台湾苹果日报停刊的事宜，解雇333名雇员，被愤怒的雇员告到了台北市劳动局。由于未提前通报搞突袭解雇，台湾苹果日报面临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新台币的罚款。
有台湾新闻业者表示，苹果日报成天把公益挂在嘴边，口口声声讲为基层代言，但面对自己的员工却心狠手辣，真面目尽显。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日喊话称，如果中国不进一步开展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话，将面临国际社会孤立。对此，曾参与新冠病毒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的世卫专家组成员德怀尔直言，证据显示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泄露。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方有关表态是赤裸裸的讹诈和威胁，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也绝不接受。美方一味推行政治操弄式的所谓国际调查，才是在国际社会中面临孤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拜登正通过2种方式试图查出新冠病毒起源：一是自5月开始的90天情报调查；二是联合盟友共同推动世卫组织第2阶段溯源调查。沙利文将矛头直指中国，称如果中国不配合接受调查，就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The effort we are undertaking to ultimately face China with a stark choice. Either they will allow, in a responsible way, investigators in to do the real work of figuring out where this came from, or they will face isol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同一天，沙利文转场 CNN， 对新冠溯源调查一事再度对中国放狠话说，目前除了美国外，已经有13个国家支持对华展开新冠溯源调查。沙利文称，前期世卫组织在中国进行的新冠溯源调查结果不可信，中国应当允许 G7 集团的调查团队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不受限制的调查。I will repeat what I said before. We're not going to simply accept China saying no, something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could not get, which was the democratic world speaking out with one voice on this issue. 观察人士指出，沙利文的表态其实就是美国此前一贯的做法，直接拒绝承认自己不想要的结果，然后以所谓的自由调查为借口，提一个对方绝对不可能答应的要求，比如所谓的不受限制的调查。这个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领土上有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的基地，当然不会对调查人员开放。到时候，美国又会嚷嚷着中国限制调查自由。对于美方持续的恶意炒作，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有关表态是赤裸裸的讹诈和威胁，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也绝不接受。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毫无保留与各国分享防控诊疗经验。中方2次接待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同世卫组织发布联合专家组溯源研究报告，为全球溯源工作做出积极贡献。说中国对溯源调查说不是毫无根据，说中国面临国际社会孤立更是危言耸听。赵立坚指出，溯源是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而不应被任意政治化，这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美方一味推行政治操弄式的所谓国际调查，越俎代庖，动用情报人员代替科学家来进行有关评估，在溯源问题上引入所谓实力逻辑，这才是站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对立面，这才是国际社会中面临孤立。赵立坚表示，此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去年前3个月采集的2.4万名美国民众血样样本的分析显示，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就在美国出现，比官方首次确认发现病例提前数周。2020年12月，美国疾控中心和传染病协会报告显示，在2019年12月13号至16号，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3州至少39人血液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抗体。对于这些美国国内早期病例，美国政府理应认真透明地开展调查。2019年6月，德保因检查出未遵循程序、存在机械故障与泄漏问题，而被勒令停止研究工作。而几乎与此同时，弗吉尼亚州北部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威斯康星州爆发大规模电子烟疾病。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始终对上述问题语焉不详、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考虑到美政府惯用的守门人理论，在塔尔萨种族屠杀等事件中销毁关键证据、控制操纵传播的实践，以及美国情报部门一贯的撒谎、欺骗、偷窃行径，美方所作所为如何让人信服？如何确保自身的透明度？为何不向国际专家提供了解相关信息的
必要准入。外界注意到，沙利文此次选择在福克斯新闻台发声也别有用心。众所周知的是，福克斯新闻是保守派媒体，一直替共和党讲话。沙利文罕见接受其连线采访，显示国会和白宫的民主党在溯源问题上开始与共和党立场趋于一致。美国两党在今年呢已经形成了对华强硬的一种共识。从近期的那个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如果利用就炒作这个话题，是很容易弥补两党的矛盾，有利于他执政。炒作实验室泄露论，这个几乎是没有什么成本。民主、共和两党在新冠溯源方面达成一致后，开始大肆进行舆论轰炸，甚至出动脱口秀演员来给民众洗脑。上周，美国知名脱口秀演员乔恩·斯图尔特在一档节目中公开表示支持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原因就是武汉的科学家最先发现了新冠病毒。Austin, Texas has thousands of them that fly out of a cave every night. Every night at dusk. Is there a coronavirus, an Austin coronavirus? The only coronavirus we have is in Wuhan. 斯图尔特的胡言乱语连美媒都看不下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保罗·沃尔德曼就发文抨击：名人不是专家，民众不应从业余的人那里获取有关科学的观点。如果对美国政治是比较熟悉的话，都会知道。美国社会舆论基本上是美国政府和精英以及媒体操纵的结果，在病毒溯源这件事上更是如此。曾于1月中旬来到中国开展新冠病毒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的世卫专家组成员多米尼克·德怀尔上周五在英国《卫报》上撰文指，新冠病毒起源自动物是合乎逻辑的。这一判断是基于对近50年来几乎所有新出现的人类病毒的观察，包括2003年出现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和2012年出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而对于目前谣传的实验室泄露论，德怀尔认为，尽管人类在实验室中意外感染病毒曾有发生，但概率极低。就新冠起源而言，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论断。所以，实验室泄露论的流传主要是部分国家政府恶意炒作的结果，迎合了部分国家的政治话语。德怀尔表示，所有关于新冠起源的假设仍在讨论之中。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越多，完成这项科学研究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因此更应该排除政治因素来进行科学溯源。我觉得总体上这表明世卫组织和国际科学界基本上是比较客观和中立的，而且它基本上没有被少数国家的政治操纵所带风向，也没有影响到科学界在病毒溯源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和立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周日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扬言，中国如果不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时合作，将面对所谓国际孤立。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也做出长达6分钟的严正回应，您对此有何观察？那么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天啊，沙利文先生可以说很忙，他上了2家美国的主流电视台，都在大谈特谈所谓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而按照《华盛顿邮报》的冷眼观察呢，特朗普他的一个最大爱好就是躲在白宫看 Fox 有线台各种新闻谈话节目对他的各种马屁。那么所以呢，沙利文上这2家政治立场对立的电视台，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来制定受众群。沙利文在 CNN 抛出了所谓双轨说，他声称拜登政府应对所谓的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现在呢是在双轨推进。首先是要求情报部门对新冠病毒起源做全面的一个评估，那么其次是推动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这个国际调查。而在福克斯电视台，沙利文他指名道姓发出威胁，扬言中国如果不配合溯源调查，将会面临所谓的国际孤立。当然呢，沙利文他也不忘拍拜登的马屁，声称拜登在欧洲干了特朗普干不成的事儿，也就是呢推动G7通过涉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声明。当然了，在我看来，沙利文这2个奇葩说法都有悖常识，完全站不住脚。比如呢，所谓双轨说，那么情报机构真的有这个能力来回答新冠病毒到底从哪来的这样的一个追问吗？而且呢，是在拜登给出的所谓90天期限之内。沙利文要求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推进调查，但是世卫权威专家组针对所谓实验室泄露论，明明给出了极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判定啊！更何况，即使是美国一手推动的所谓G7联合声明，不也是在强调国际溯源调查？为何在沙利文口中，那么国际调查就等于是在调查中国呢？包括美国、意大利等等国家被揭露出来的
刷新记录的那些个早期病例又该如何解释呢？所以更值得我们追问的是，沙利文为何刻意挑在此时来大谈所谓的病毒溯源话题？那么在您看来，沙利文为何要刻意选在周日选择两家政治观点对立的美国电视台再炒所谓病毒溯源话题呢？沙利文乃至他身后的拜登政府此时炒作所谓对华病毒溯源调查，也是满满的算计和套路。拜登刚刚结束首次外访行程返国，那么在欧洲一口气出席了3场峰会，最后以拜普会来画上句号。但是呢，他一回到华盛顿，就发现面对一系列的问题难题，所谓外交成果都没能转化为内政之力，甚至呢，按照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刻薄标题的说法，迎接拜登的是下滑的支持率与正在崩盘的基建案。那么最新公布的民调就显示，拜登的个人支持率为48%，较4月份急跌了6个百分点，首次跌破50%。而他在和普京会谈当天呢，10名民主党参议员造反，和11名共和党参议员联手，要求拜登将2.3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大砍一半。那么拜登此前鼓吹，但是尚还没有公布的2万亿美元的家庭重建计划，还有机会向国会来提交吗？甚至更加要命的是，拜登眼里的外交成果到底存不存在，都已经成了问题。特朗普的白宫医生罗里·杰克逊现在是代表德州31选区的众议员，他已经向拜登发出公开信，要求拜登接受所谓的认知能力测试。杰克逊在信中指责拜登访问欧洲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令人难堪的。公开信就说，对最高领导人的精神状况和能力，美国人民有知情权。那么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对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做政治化操弄，瞄准中国搞各种抹黑，就成为时下华盛顿的一个所谓的政坛刚需。那么对美方毫无底线的大肆炒作所谓病毒溯源议程，又该如何应对呢？病毒溯源是科学议题，所以呢，必然应该有科学共同体，基于事实，基于全面、彻底、完整的调查发现和逻辑链条，来公平、公正、公开地做出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但是呢，至少如今在美国，政治势力基于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党派目的，对病毒溯源议程进行了各种政治绑架。绑架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华盛顿邮报今天的长篇调查甚至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艾奥瓦大学的著名病毒学家斯坦利·帕尔，他是美国业内的权威，他去年2月曾经联署向《柳叶刀》发出公开信，强调新冠病毒不可能是所谓的实验室工程制造。他批评种种新冠病毒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肆虐，无益全球战役。但是呢，就在本月4号，他收到了匿名者的恐吓信，指责他是所谓的弗兰肯斯坦博士。那么这就是政治势力乃至阴谋论者对科学理性的严重的打压。但是呢，美方一味以政治目的来操弄科学议题，必然也会遭到所谓的政治反噬，这是所谓政治操弄的后坐力。林肯总统有一句名言：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所有的人。美国新冠病毒的确诊和死者数分别高达3354万、60万，可谓是战役的世纪之败。那么那些个战役失能的官员又如何被问责呢？所以美方的政治化操弄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上演一出出的政治闹剧。我们呢不必被美方刻意带节奏，跟随起舞。那么推动国际战役，把中国产的疫苗尽快配送出去，沙利文们鼓噪的所谓国际孤立，就是一个十足的国际笑话。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台湾接种阿斯利康后猝死案例累计已达75人。美国250万剂疫苗运抵台湾，蔡英文高调感谢。台北市长柯文哲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小弟的给点安家费是应该的。美加码援台疫苗有何政治考量？刘和平、李振广深入解读。
因签证到期且未获续签，周日有7名台湾当局驻港人员返台，只剩1名7月签证到期的人员。香港及澳门早前已先后暂时关闭了驻台北办事处，港澳与台湾互设的办事机构面临暂停。国台办连续2天作出回应称，港台地区进行交往，当然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进行。同时，国台办也正告民进党当局，立即缩回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插手香港事务的黑手，否则必遭严惩。台当局驻港办事机构名称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隶属于台当局陆委会，负责统筹和主导其他驻港机构的工作。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编制为19人，但目前只剩7月底工作签证到期的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驻港代表倪伯嘉1人。台湾当局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把责任甩锅到大陆头上。他20号声称，去年7月，香港政府要求台北驻港人员签署一个中国原则保证书，第一项就是承诺不得违反一个中国原则、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他表示，虽然台方只剩1名正式派驻人员，但仍然会继续向香港提出延续签注申请。周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答记者问中用3个当然驳斥民进党涉港言论称，中国香港特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交往，当然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进行。台驻港机构当然必须遵守香港特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当然不能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任何言行。马晓光还表示，民进党当局的有关言论表明其乱港谋独劣性不改，对插手香港事务、支持庇护黑暴势力的罪恶毫无反省，反而贼喊捉贼，对香港特区政府正当之举妄加指责。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立即缩回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插手香港事务的黑手，否则必遭严惩。周一，国台办再次作出回应称，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打压异己、钳制言论、欺骗民众、操控舆论，为达政治目的，不惜以卑劣手段进行各种政治操弄，有何资格和脸面谈民主自由？有何勇气以民主卫士自我标榜？台湾当局在这个香港的动乱当中发挥了非常不光彩的这种作用，所以说他那个前段时间就主动停了这个在台湾的办事处，这也就是切断了民进党当局伸出黑手去搅乱香港的这个渠道。我相信他有这方面原因，这样的话就是不利于民进党当局继续在香港地区捣乱。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上台后，坚持9·2共识，改善两岸关系，而港台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也获得改善。2011年7月，台湾驻香港办事机构由中华旅行社更名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其工作人员可免征薪俸税或合理居留期限，免收签证手续费，同时可因应业务需要进入机场及港口禁区接送台湾重要官员或贵宾，使用礼遇通道或设施。不过，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上台，拒不承认9·2共识，破坏两岸关系，导致港台关系也倒退。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民进党当局多次公开支持香港暴徒，插手香港事务，受到香港各界严厉抨击。台当局一连串粗暴干涉香港事务的行径，对港台关系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尤其是2019年修例风波后，有涉案或获准保释的暴徒潜逃，包括以海路逃往台湾。美国《华尔街日报》周日发表的报道透露了3名曾参与示威的暴徒潜逃台湾，并经美国当局安排逃匿纽约的过程。台湾《中国时报》去年8月引述消息称，台湾海巡署在7月中下旬截获一艘计划偷渡至台湾的船只，船上载有5名港人。该船只中途因欠缺燃料漂流到东沙群岛，后被安置在高雄。相信《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是该船人。报道引述港府发言人表示，警方会视乎情况依法通缉追捕逃犯。2020年6月，台当局陆委会又公布所谓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外界批评台当局此举其实是为香港的黑暴人士提供庇护。2020年7月，香港国安法实施，对台独港独合流有强大的震慑效应。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代理处长高明村等4人因签证到期未获港府续签而返台。有媒体报道，台湾方面显然不愿关闭驻港机构，声称届时启动代理机制，可能依靠现在50多位香港雇员维持运作。
香港《明报》的分析称，台湾当局所称的启动代理机制，不外乎有2大方向：一是一旦驻港人员归零，在驻港机构并无需要裁撤的状况下，依靠现行50多位香港当地的约聘人员，继续暂时维持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基本运作，以处理必要的日常事务，但业务范围无可避免将会缩小。二是，当万一遭遇港府要求关闭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将驻港机构转型为当地的民间代办机构，继续维持代办港人赴台签证手续及代理双边人员往来最低限度的相关事务。正常的这个交流会绕很大的圈子，那就很不方便。当然现在就是处于这个疫情阶段，可能大家还感受不到它的影响有多大。那么一旦疫情结束以后呢，那么我相信它慢慢就会感受到。再来关注岛内疫情，岛内感染新冠死亡人数已达569人，病亡率突破4%。疫情未控，蔡英文却在社交媒体悼念拜登爱犬，引发争议。美国加码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周日抵台，蔡英文更是高调连番感谢。美加码援台疫苗有何政治考量？来看看报道。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一公布，新增7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本土病例。这也是岛内实施3级警戒1个多月以来，确诊人数首次低于100人。然而，深圳卫视注意到，岛内死亡人数依然高企，周一新增死亡20人，这也是岛内连续第6天病亡人数维持2位数。截至目前，岛内感染新冠死亡人数已达569人，病亡率突破4%。令人担忧的是，岛内近期接连传出多起长者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死亡的通报。截至周一，全台已累计有84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死亡，死者当中75岁以上居多。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称，上午死亡个案被判定为与疫苗相关。由于不断传出老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死亡的案例，周日全台各县市阿斯利康疫苗注射率进一步下降。其他这个国家和地区打疫苗一般就是18岁到60岁。让这个身体比较健壮的先打疫苗，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就不讲科学，他不讲科学，他反而先拿这些疫苗呢给老年人打。总的感觉就是这个民进党当局这个良心是有点问题的，他不仅不科学，而且他政治上可能有某种想法。与此同时，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周日下午运抵台湾，是先前美国所宣布的75万剂的3倍之多。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黎英杰到机场迎接。陈时中自称带着满满感谢的心来接机，美国在台协会则鼓吹这批疫苗体现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蔡英文更是在社交媒体感谢所谓患难见真情。当晚，台北圆山大饭店和101大楼都亮灯感谢美国。不过，岛内民众并不买账，有网友讽刺已沦落为疫苗乞丐，还有啥脸好张扬？还有网友提议，请圆山大饭店、101大楼熄灯，哀悼台湾500多条冤魂。到底是谁让台湾成为一个疫苗的乞丐，甚至是所有疫情当中等待布施、等待化缘，然后要去跪求的一个乞丐？如果连施舍都还要靠争取，这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吗？到底有什么好炫耀的？我们没有必要看到美国跟日本就跪下来，不要被 AIT 跟这些人给骗的哈。感谢美国，不必了，省省吧。我没骂他，是客气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周一更是反讽道，他对美国捐赠疫苗毫不意外，毕竟我当你小弟，给点安家费是应该的。我告诉大家，我很感谢美国，你感不感谢美国？差不多而已了。差不多而已嘛，但人家至少有给嘛，对不对？对啊，你给我还是感谢的，但是我觉得，我是当你小弟的，你好歹给一点安家费是应该的。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台媒援引路透社分析称，美国对台捐赠疫苗的时机，正是美国政府与民进党当局合作，为芯片等战略物资创造安全供应链之时。台湾是重要的芯片制造地，芯片对美国车厂等产业至关重要。此次疫苗捐赠主要是确保芯片供应链的稳定。美联社更是毫不讳言地指出，此次捐赠具有地缘政治意义。香港中评社指出，美国捐赠疫苗让蔡当局有很大操作空间，再打出所谓的亲美抗中牌，挽救民调。环球网的社评更是直指，华盛顿没有关心台湾抗议的意思。当下的民进党当局是最死心塌地跟定美国的一波台湾政客，他们因抗议失败被台湾民众唾弃，将会影响他们服务美国印太战略的质量，有损美国利益。而此时帮蔡英文当局渡难关，就是为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顾盘。
政治既是台当局抗议的出发点，也是终点站。华盛顿中途加入了进来，他当然也无意把台湾抗议的政治主导变成人道主义主导。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台湾驻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当前只剩下1名工作人员，有可能面临着被关闭的尴尬境地，您是如何解读？我认为这件事情有3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台湾驻港经贸文化办事处面临关闭，是因为港府不仅没有给台湾驻港工作人员续发签证，而且发函要求签证到期者必须于6月21号前离开香港。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件事情中，香港特区政府始终处于主动与主导地位。第二，在港府停止香港驻台湾经贸文化办事处的运作的同时，澳门特区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暂停了澳门驻台湾经贸文化办事处的运作。那么这个就说明它是港澳两地政府有组织、有协调的行动。第三，事后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香港特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交往，当然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来进行。这个就说明，由于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与统一问题，台湾是否能够在港澳设立办事处，理所当然属于中央政府的职权。因此这是中央政府统一部署的行动。同时，它也间接地证明了蔡英文当局抱怨的港澳特区政府要求他们必须签署一宗承诺书，否则就卷铺盖走人。这件事情是确有其事。但为什么存在了这么多年的台湾驻港经贸文化办事处会拖到今年才面临着去留的问题？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既跟岛内政局的变化，也就是拒绝承认9二共识的蔡英文与民进党上台密切相关，也跟近年来香港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大陆早就将是否承认9二共识当成了两岸开展官方与半官方交往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所以在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之间的所有官方与半官方交往渠道都中断了。但是港澳特别行政区跟台湾地区的交往仍然得以维持，双方附设的经贸文化办事处基本上得以正常运作。这主要是因为港澳地区实行的是1国2制的因素，或者说是在一定程度上突出强调了2制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因素。然而近年来，中央政府转而强调要更加准确地理解1国2制，要认识到1国是2制的基础和前提。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国安法更加突出地强调了香港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方面的限制责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与大趋势之下，原先香港对台湾驻港办事处在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进行模糊化处理的手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于是乎，台湾与香港维持了10多年的这种半官方关系，就必然会出现问题。而这件事情对外发出的政治信号就是：第一，港台关系本质上从属于两岸关系，是属于两岸关系的一部分，必须要按照两岸之间的政治原则来处理。第二，一个中国不再仅仅是政治原则，它正在变成一个可以具体操作、可以具体执行的政治规则。那在您看来，港府暂停香港驻台湾经贸文化办事处的运作，以及台湾驻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因为一中原则问题而无法继续运作，这件事情又会对接下来的港台关系以及两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知道，蔡英文过去在处理两岸关系上的典型做法是：一个方面坚决拒绝承认9二共识，否定两岸交往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前提；另外一方面又把自己装扮成了两岸关系现状的维护者。而港府暂停香港驻台湾经贸文化办事处的运作，以及台湾驻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因为一中原则问题而无法继续运作，这2件事情给蔡英文当局发出的警讯就是：没有了9二共识，不仅两岸关系和两岸交往的现状没有办法维持，就算是台湾与香港关系的现状也将难以维系。
我相信，一旦台湾与香港各自撤回了自己的办事处，这件事情还势必会进一步冲击到港台之间非常密切的经贸交往。要知道，台湾不仅有超过5000多人在香港工作，有300多个台商在香港开办企业，而且香港还是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的跳板，以及大陆企业进入台湾的桥梁。而除此之外，在过去70年中，尤其是在两岸关系处于冷战状态的时候，香港还曾经承担着两岸政治交流桥梁的角色。1992年，两岸两会就曾经在香港举行会谈，并确立了两岸交往的9·2共识原则。而港台两地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势必会使得香港作为两岸关系缓冲地带的角色从此成为历史。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港澳与台湾在政治倾向，尤其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还逐渐出现了分道扬镳的现象。由于国安法的实施，香港与澳门正在进行2次回归，跟中国内地的关系已经是越来越密切。相反，在蔡英文当局的操弄下，台湾则进一步倒向了美日的怀抱。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的观点，谢谢。